这边望过去啊，陆家嘴的风景很摩登，很梦幻啊。听到那边海关的又在敲钟了啊。我看现在几点钟？早上10点。左侧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旧的查理饭店，现在的浦江饭店。这边呢就是外白渡桥了，1907年建的一座大桥。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苏州河的入黄浦江的地方。嗨，大家好，现在呢我依然在北外滩啊，虹口滨江的应该算尽头了吧，就在这个灯塔的附近。然后我们从这边呢再开始我们今天第3段的浦江岸边步行。好，我们现在面对的呢就是陆家嘴了，就是黄浦江在这边拐了一个大弯，直接往前呢就是苏州河并入黄浦江的地方。那些西式的建筑呢就是外滩有名的万国建筑物。那我们从这边开始我们今天第3段的步行。我们的目标呢今天是去到徐汇滨江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慢慢向前漫步，同时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上海黄浦江畔的不同路段的风景。今天走过的2段杨浦滨江和虹口滨江呢，都是这10多年慢慢建设发展起来的新的滨江的风景线啊。但是我接下去要走的上海的黄浦滨江，那就是以前存在很久，当然它也经过了一些翻新。现在我的右侧这边呢就是北外滩这边拆得一塌糊涂，当年保留着一些以前的矮房子。这些房子呢都会进行一些商业的改造，所以住在这边的人呢基本上都被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从这边直走呢，我已经看到了外白渡桥了，但是我还是打算在江岸走一下。这条路现在也开通了。这边望过去啊，陆家嘴的风景很摩登，很梦幻啊。因为呢，在几十年以前，这边基本上啥也没有，也就是这个40年左右发展起来的其实应该都不到40年吧，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慢慢的启动，经过了30多年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这个平台呢以前是没有的，你看这边写着往右去呢就是虹口滨江，往左去就是外白渡桥。那我们现在就向着外白渡桥的方向行走。很多人都这边拍视频直播。中国现在最厉害的就是抖音短视频。还有最后2分钟的你看这边很漂亮的以前的建筑物，应该都是修旧如旧了，但是看上去都翻新过了。但是让人心旷神怡的还是黄浦江两岸的风景。你看今天就是从前面那个杨浦大桥一路走过来的，已经走了2段的滨江路了。
从杨浦滨江到前面的虹口滨江。好，我们继续向前行走。听到那边海关的又在敲钟了，我看现在几点钟？早上10点。哇，平时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出门呢，但今天我们已经走了2段滨江了。你看啊，这些建筑物，当然我叫不出什么名字啊，我也没有查，但是相信呢都是很早以前建的，估计没有100年，也有接近100年的历史了吧。我们在这边再观望一下，对面呢就是新的一片城区陆家嘴。黄浦江一路过来啊，你看啊，经过外滩这边的一些西式的建筑，到了这边呢就是外白渡桥。那外白渡桥下面呢就是苏州河，这边就苏州河流入到黄浦江的地方了。那我身处地方呢，还应该是北外滩，应该是虹口滨江的区域啊。但我们将要走过外白渡桥，前往外滩黄浦滨江。
就在这种平台上面吃点东西，看看黄浦江，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消遣。到了这边呢，就被俄罗斯领事馆挡住了，因为前面这一片呢，应该是俄罗斯领事馆它专有的靠江的地方。那我们就绕过领事馆，绕回到外白渡桥上去。左前方这栋建筑物呢，现在叫浦江饭店啊，以前的旧名字呢叫查理饭店。这条黄浦路上面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建筑物。左侧的这个建筑物就是旧的查理饭店，现在的浦江饭店。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证券博物馆，还是一个什么馆啊？这边有块牌子写着周恩来避难处查理饭店。1927年的时候，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在查理饭店避难，现在变成了中国资本市场学会。这里有一个优秀历史建筑的牌子，看看1910年原地拆除重建。马路对面这座黄色的建筑呢，就是上海大厦。最早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战上海》，就是以这个建筑物作为封面的。这里是大明路，转过来呢就是外白渡桥了。我们就到外白渡桥上面去走走吧。我们先来看看这座上海大厦，这也是我曾经住过的饭店。我们来看看，当年也就是70年以前啊，北外滩这边肯定是最高楼，独起一家的楼房。这边呢就是外白渡桥了，1907年建的一座大桥。后来呢，进行了修复。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苏州河的入黄浦江的地方。苏州河呢，也是非常美的一条河，因为你看啊，就在苏州河的南岸，这边呢就号称外滩源。也就是外滩呢，就从这边开始兴起的，边上呢一大片的绿地，就是原英国总领事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是最强的一个老牌帝国。当年进入中国，也是以英国人为首的，所以这边呢有英租界，后来慢慢发展很多的租界，包括虹口呢，变成了日租界。但上海其实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说现在还是环境最好的地方呢，是法租界，就是现在的黄浦区的以前的卢湾区的地方。
们就不过马路了。对面呢就是你看苏州河岸的风光，也是非常优美的。以前在苏州河岸边曾经走过也骑过车，那今天我们就不到那边去。好，现在我们走过外白渡桥。现在我正对着这一片江岸的绿地呢，以前是个小公园，叫黄埔公园啊，这是我们小时候知道的。课本上就说这个门口呢，以前是外国人的一个专有的公园，中国人以及牵狗者是不能入内。后来以讹传讹呢，就变成中国人与狗不能入内，就把中国人和狗变成了一块啊。但这个呢，只是一种说法，更多的这个可能性呢，就是其实就是除了西方人以外，中国人以及带狗的人呢不能入内，大概这个意思吧。那这也是中国人记了几辈子的耻辱啊，因为毕竟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你把中国人排除在外啊，其实是非常不幸的事情。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一头了。刚刚呢，我是从那边的虹口滨江，现在我已经在外滩，也就是黄埔滨江。这边呢有一个碑，就上海的一个烈士纪念碑，其实是上海解放的一个纪念碑了。这边有专门讲在2010年重修外白渡桥，还有外滩综合改造工程这件事的一个技术。这边呢有很多捐款的单位，主要是为了建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就是我身后就是这个纪念塔。我觉得可能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在平弱的时候受到了这些列强的欺辱虽然他们来了以后也带来很多的先进的理念但不管怎么说呢，对于这个有自尊心很强的民族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污点。虽然这些当年西方人建的房子还都保留着，现在还是照样发挥着它的功能，但是呢，在中国人的这个教育得到的教育大概永远都会铭记这些当年的耻辱，也是自强不息的一个缘由。但是我觉得随着中国的现代化慢慢的国际化，这以后呢也会慢慢的放平心态，平视这个世界。现在我们从这边来看一看对面的外白渡桥，还有俄罗斯领事馆，后面的上海大厦、浦江饭店，还有江岸边的一些新旧不一的建筑物。这一路过去的虹口滨江，以及远处的刚刚走过来的杨浦滨江，转过来的陆家嘴。这边看陆家嘴应该是最佳的观赏地了。陆家嘴呢，顾名思义就是生出来的一个岛尖，一个半岛的岛尖那这片地方呢，是一片处女地，但经过这个30多年的建设呢，已经很有成就蔚蓝壮观的一片地方了，应该也是上海最富有现代气息的地方。我想呢，要不了多年这一路过去都会一直发展的无松口，而这个黄浦江呢向南而去，就会有徐汇滨江、闵行滨江，将来可能还会有奉贤滨江那这一路过去呢，真的没有50-60公里，是起码会有50-60公里的江岸风光。
这座纪念塔呢是1994年建的。我已经看到前面海关的钟楼了，刚刚听到的钟声呢，就从这个大钟发出来的。应该每个正点它都会敲钟。以前这个江岸呢是有一座自由女神像的，当然这些都随着历史而去了。其实现在到外滩来观光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前面呢有南京东路站，就是在南京路上，那是一条步行街。走过来没多远就到这边了。如果自己开车来呢，现在这个江岸下面的都是停车场，总是能够找到停车位的。其实乘坐巴士到这边也是非常方便的。随着外滩以前的路面这个道路改到了变成了隧道，所以这个路面呢就非常的开阔，通行呢非常的快捷。现在我们看到的从这边开始呢，就是以前的老建筑了。这些建筑呢，很多都是有100多年以上的历史了。最早的话呢，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初，甚至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建的。当年呢，都是一些银行、洋行、商行，基本都是一些外国的机构、办事机构。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这种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还有工商行、浦发行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标志呢，依然像这个 ARA， 还有其他的一些像盘古银行、台湾的一些银行等等。但大部分呢都是中国自己的企业。可是，在以前呢，这边都是上海的各级政府的部门后来把它置换出来，现在呢，大多数是变成了商业用途。在上海的外滩我当然已经是从小就走过很多回了。那后来每年回上海，肯定也是经常会来走一走。其实这是一种对自己家乡的一种怀念。刚刚说了一半停了，说到就是本地老百姓他们是很少到这边来的，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人挤人。那更多的呢，可能就是全国各地的，那至于现在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边都要来打卡，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这就是上海的精华所在，也是上海的历史有值得纪念意义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真是游人如织。如果遇到节假日，真是不得了，甚至是寸步难行。这个边上的这些大楼每一座都有它的出处，都有它的历史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网上都有这方面现成的资料，很简单就可以搜一下外滩万国建筑来历等等，你就可以得到这些大楼它是哪一年建后来它又变成了什么机构在这边入驻等等的这些信息，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班门弄斧了。虽然我们从小就是
父辈带着我们到这边来，都会跟我们指着这个楼一个一个的介绍过去。他来的时候，没有，你要看一下你的。你能看见吗？现在看见了，我把亮回去。打完了吗？这个不得了啊！Moi, j'ai pas vu le magasin. Oh, yeah, of course. Thank you so much. Perfect. All right. Yeah, there we go.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njoy. 如果是偶然来一次的人啊，真的都想留下一些难忘的歉意。刚刚给几位应该是讲英文的吧，这两位应该都是外国人的，给他们照了几张相。原来10点半它也是敲钟的，那就是逢30逢正点就会海关响起钟声。禁止揽拍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欢迎那些做生意人在这边让人家付费拍照吧。这边呢已经到了延安东路外滩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六福外滩。那黄埔外滩呢其实到这边就结束了，
因为呢，在过去以前就是南市区的地方了，那我也拍了1个多小时的，不妨这一段呢，我们把它分成2段啊，就是黄埔外滩到了南京东路呢，作为我们这一段的终点啊，我们等一会儿从这边继续向着16铺外滩走过去。那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接着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再见，拜拜。